5岁那年，母亲被父亲捉奸在床后羞愤的自尽了。然而这件事还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就又娶了一个。从那以后，继母对我是非打即骂，好不容易熬到15岁，出来月事，正想早点嫁人，好摆脱这个冷漠的家，没想到厄运在此时降临。肚子好痛啊！糟了，怎么越流越多了？其实他早已在河边洗衣裳时，从别人闲聊的时候得知，女人都有这么一遭，来了这个就代表能嫁人生孩子了。哪怕肚子有些痛，他嘴角还是露出了一抹笑容，因为这一天他已经望眼欲穿，等了好几年，他早就想嫁人了。母亲在世时曾给他定下了一门不错的亲事，对方是隔壁村秦秀才家的小儿子。只是他如今的处境很尴尬，母亲在他5岁的时候就死了，现在的继母还……天然的女性羞耻感，她更不敢去跟父亲讲。可这样躺下去也不行，听人说这种时候受凉落下病根，以后就生不了孩子了。生不了孩子的女人在古代会有什么下场？她光是想想就打了一个冷战。于是傅连雪在心里给自己打了很久的气，这才翻身下床，朝父亲住的屋里走去。明天一早人牙子就上门了，秦家那边的亲事你说清楚没有？人牙子，秦家给了5两银子，就这么把咱们连雪打发了，终究是没有亲家的缘分啊。那加上人牙子那边的6两，一共就是11两，这价钱可以了。咱们就为了这么点银子，真的有必要把这孩子推进火坑里去吗？终究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亏欠他了。傅高平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年的事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可别忘了，那个男人可是你找来的，他娘也是你亲手打死的。现在想起来做一个好父亲了，我呸，早干嘛去了？你小声点，别让连雪听到了。再说，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何至于做得这么绝？好你个傅高平，你这是怪我了。什么？原来母亲不是羞愧自尽的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父亲和那恶毒的继母设计的，不但谋了母亲一条性命，还让她背上了永世的骂名。黑夜里，傅连雪很是不甘心就这么任这一对恶毒之人算计。随后他轻手轻脚地抱着一堆柴火，把它们散落在屋门口和窗户底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还在大门上别了一根木棍。这样一来，里面的人一时半会就逃不出来了。看着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，傅连雪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。着火了，快救火啊！雪儿，快救救我们！救你！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的上路，谁也不许离开。这火是你这个孽女放的。这声音比当年母亲带我去茶楼里听的戏还更好听。娘，你听到了吗？女儿为你，也为自己报仇了。傅连雪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做了鬼，我也有我的娘亲庇护，她肯定不会像我爹那样，任由你对我折辱打骂。雪儿爹错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，我以后肯定好好给你找一个婆家。呵，真是没骨气，不像我。娘，雪儿来找你了。为什么要死？你娘亲拼了一条老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上，还将你辛辛苦苦拉扯到5岁，你有什么资格去结束这条性命？你是谁？本系统正是003号贴心管家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新宿主。贴心管家，你母亲给你的身体，她一定希望你要好好爱惜。你不但要活下去，还要带着母亲的那一份，吃饱穿暖，潇洒恣意地过完这辈子，才不枉来到这世间走一回。可是我一连烧死了2位至亲，等明天一早被人发现了，肯定得把我绑到李正那里去的。宿主，你可以在天亮之前收拾好东西逃跑啊！你们这个时代又没天眼系统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风头过了，你换个地方继续过完你精彩的人生。对啊，我都报仇了，何必再搭上自己呢？不对，我的户籍还在里面，没户籍就开不了路印，没有路印，在外面将寸步难行，连城门都进出不了。这个简单，看我的！哇！宿主，还有3个时辰就天亮喽，抓紧啊！好的，
随后傅连雪来到已经火势渐渐熄灭的上方，便开始翻箱倒柜，可怎么也没有找到任何纸张。虽然他不识字，但知道户籍文书都是用纸做的，一碰水就会烂，金贵得很。不过被他翻出几块碎银子，拿在手上掂了掂，应该有小10两。唉，可惜了这些没烧坏的家具，我是一件也带不走。本系统可以穿越时空，帮您把不要的东西出售到另一个世界。你手指触碰到的这张床，需要本系统帮你出售吗？出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卖出去，把它们换成积分。换成的积分可以在本系统的商城里买各种衣食住行中用得上的商品。真的能卖？那我要把家里所有拿不走的都卖出去，最好连房子的土墙都不要留。土墙可卖不出去。你打算卖哪些东西？只要伸手触摸它，然后在心里默念一句出售，本系统就会收走。出售。出售普通实木床1张，到账80积分。出售。出售普通实木柜子1个，到账30积分。出售。出售普通实木桌子1张，到账40积分。管家，我要买一件厚厚的冬衣。这件可以吗？它内有羽绒，可以抵御零下10度的严寒，正好150积分。可以，就要它了。好的，购买一件古装羽绒服，积分余额0。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漂亮衣服，傅连雪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有了这么一个宝贝，我哪怕在深山老林里也不愁被冻死了。下一集决定逃去深山前看外婆最后一眼。15岁那年，我亲手把渣爹和恶毒的继母全部送去给母亲赔罪了。就在大仇得报、心如死灰的我正打算也下去陪娘亲时，却意外来了个万能的贴心管家。在管家不断的劝说下，我不但决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还获得了一件能够抵御零下10度的古装羽绒服。看着这件宝贝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随后二话不说，我就把这件宝贝穿在了身上。真不愧是贴心管家，又贴身又暖和。尝到甜头的我，于是开始疯狂起来。对了，管家，死人你会收吗？不收，但可以捐献。为了不引起世界大乱，尸体只能由亲属捐献。捐献一具尸体，捐献者有100积分的奖励。那2具都给我捐了。好的，宿主。一时间，这个家里除了土墙，什么都没剩下，只怕小偷来了，都得含着泪掏2个铜板出来。获得了积分后，他在管家的建议下，买了一条叫内裤和一包月事专用的东西。穿上之后，果然浑身上下舒服多了。管家，有没有热乎一点的吃食？我饿了。有，便宜的馒头和大肉包子，金贵的连满汉全席都有，只要你出得起积分。那馒头多少积分一个？白面馒头5个积分。啥？5个积分？你咋不去抢呢？镇上的白面馒头听说才2文一个。我这里的食物可是随时要都有，并且都是热乎的。唉，算了，那就要2个馒头，顺便再买一个火把。好的，不过温馨提示，火把不实用，推荐你用一款太阳能手电筒。它充电一次就能使用3个时辰，用完之后，只要在太阳底下充能1个时辰，又能接着用。多少积分一个？只需350积分哦。好贵，一个火把就要350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火把，本系统向你保证，买了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傅连雪咬咬牙，一口气全都买了下来。随后根据系统的提示打开开关，一束霸道的光线立马射了出来。哇！这个火把好，既不会像普通火把晃得累眼睛，还不惧呼呼刮来的北风。这350个积分花的真不冤。那是，本系统啥时候骗过你？吃饱穿暖后，手上又有了照明的手电筒，傅连雪现在安全感十足。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宿主，你打算去哪里？先去看一眼外婆，毕竟从母亲被害之后，她是唯一一个给过我温暖的人。自己即将背井离乡，说什么也得去看看她再走。1个半时辰过去，外婆所在的严家村到了。其实她以前偷偷的来过好几次，每次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，她就会过来这边看看。外婆生养了3个孩子，除了自己母亲之外，还有2个舅舅。大舅在成亲2年后赶考秀才的途中，从桥上掉进了永河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大舅母受不了打击，2年后也孕儿中，留下一个儿子严松青，一直由外婆养着，如今应该有10多岁了。你是谁？看来外婆祖孙俩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过得还更艰难。你就是松青表弟吧？我是你连雪表姐，过来看看你和外婆。表姐，我经常听奶奶提起你。外面冷，快进屋。等等，这里面有白面馒头，你拿去灶房热一下，待会儿正好吃顿饱的。
宋清，一大早的，是谁过来了？听话，你赶紧去热一下，我先去看看外婆。外婆，我是雪儿。雪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是遇着什么难事了？是不是你那个继母又欺负你了？我这就找她拼命去。外婆，我娘是被他们害死的，主意是继母出的，男人是傅高平找的，就连我娘她也是被我爹亲手打死的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我清清白白的好女儿被他们这样的糟践，不行，我这就去找他们，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他们挫骨扬灰。外婆，你不用去了，我已经亲手为我娘报仇了，他们俩人全被我送去给我娘赔罪了。你说什么？烧得好，表姐，我敬佩你。如果官府真要抓你，我就去给你顶罪。你这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？要顶罪也是我这个老婆子去，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就算苟延残喘也活不了几年。你们两个却还那么年轻，都要给我好好活下去。都不用去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这次过来就是来看看你们，接下来我打算找个地方躲几年，等风头过了，到时候再出来。外婆细细地打量了外孙女一番，发现人还是那个人，可整个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，眼中充满着杀伐决断，隐隐透露出一股处变不惊的气势。看来你都深思熟虑过了，既然这样，外婆也就不多劝了。雪儿，你把这些带上，这个家就这样，你也别嫌少。傅连雪看着外婆手上拿破布包裹的2块碎银，以及一个没有花纹的银镯子，她知道这是祖孙2个全部的家当，顿时眼角就湿润起来了。外婆，这我不能收。拿着，穷家富路，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哟，今儿来客人了，快收起来，二婶来了，让她看见你想要都没有了。二婶一大早过来，你们屋不会又缺少了什么？要来这边拿吧。要不就说松青越来越聪明了呢。二婶还没有张口，你就知道二婶的来意。这不是家里一大早要做早市了，才发现没有柴火，只能先来你们这里搬一捆了。你奶奶屋里是哪里来的客人？听隔壁张婶子说，她一大早就看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大包进了家门。二舅母，我是傅家村的连雪，过来看看外婆。傅连雪，不是说这孩子被继母搓磨得生不如死，看穿着怎么看也不像。原来是连雪过来了，这么多年了也没走动过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也去隔壁看看你二舅。对了，有人看见你提了一大包东西过来，告诉二舅母都是什么稀罕东西，也让二舅母开开眼界。萧氏现实的嘴脸就差说一句，也给你二舅母提一包了。要是昨天的傅连雪，说不准还真被他吃住了。不过发生了昨晚的事情，小姑娘已经不想再委屈自己，让别人蹬鼻子上脸了。看二舅母这话说的，我也是听人说，外婆有儿子跟没儿子似的没人管，这不才提了几个白面馍过来，想着尽孝心。不过刚才听二舅母说什么早市，我就说不可能嘛。这么早，外婆还没起床，你就给她端早市过来了。松青，快把早市端进屋，这么冷的天可别动了。哦，好的。刚说你聪明，就木呆起来了，赶紧给二婶送捆柴火过去。不许送，先把以前借去的那些东西还回来，再说其他的事。好你个老东西，以后是不指望我们二房过来看你一眼。那就别过来看，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住着的青砖大瓦房还是从我这个老太婆手上建起来的，今天正好收回来，留给我大孙子将来娶媳妇用。你个老东西，哼！傅连雪看着二舅母气哄哄的走了，回头又看了看刚才一心想为她顶罪的外婆和表弟，心想能帮就帮一把，随后便让管家带上自己的2两银子，再加上刚才外婆给的银子和手镯，一并带去灶房拿个碗盖起来。外婆、表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以后有时间再来看你们。这么快？唉，去吧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外婆这辈子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你一面的机会了。松青，你出去送送你表姐。行了，就到这吧。松青，你长大了，也该为自己打算了。我在灶台上的碗里给你留了一点东西，回去后记得收好。如果你是个有成算的，靠着这点东西定能平安长大。如果你连这点东西都护不住，唉，那就早点认命吧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奶奶她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和二舅家的孩子在她心里是一样的。我给你留的这些东西，自己保管好就行。表姐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一番苦心。奶，我去趟城里，这几天可能不回来了。下一集，傅连雪获得了一窝野猪。从外婆家离开后，傅连雪茫然地站在路边，一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去。
说是出去躲几年，但傅家村他都没出去过几趟，更何况身上还没有户籍文书，又得时刻提防着官兵的抓捕，能往哪儿躲呢？看来只有上山了。对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就去傅家村的后山。于是，一人一管家便朝大山里走去。傅连雪，什么苦日子你没有过过？这点苦难很快就会过去的，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就在前面向你招手呢。就这样，他一边走一边给自己加油打气，一直走到傍晚才停下脚步。管家，2个馒头。好嘞，10个积分。顺便建议你再买个打火机哦，打火机很好用的，啪嗒一声，火苗就窜出来了，用它生一堆火，你今晚也会好过点。多少积分？便宜，只需5个积分。买。好嘞。还真别说，你这商城里出来的东西贵是贵了点，好用也是真的好用。那你要不要再买顶帐篷？既能防风，又能避雨，万一明天还没有找到合适落脚的地方，还可以接着用。多少积分一个？1000个积分，还能额外送个枕头。这么贵，不买。再说，我这手电筒和打火机都快没地方放了。那您可以攒积分买个芥子空间。芥子空间是什么？存放东西的，自己不用受累不说，别人还看不到，更抢不了。心里一个念头，东西就能到你手上，而且放进去什么样，拿出来还是什么样。吃时放进去，隔几年拿出来，都还冒热气的那种。还有这样的宝贝，那贵不贵啊？多少积分一个？1万积分。我现在只有1000多积分，这还是抄家得来的。1万个积分，这得攒到猴年马月。算了，还是睡觉吧，梦里啥都有。宿主，你别泄气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你一定会拥有一个芥子空间的。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山洞野猪，嘿嘿。管家，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野猪打死吗？这么多肉，足够我过一段滋润的日子了。办法倒是有很多，就是那些工具你都买不起。可这到了嘴边的肉，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管家，你那里有大石头卖吗？就是和那个洞口差不多大的。有啊，100积分。那我购买以后，你能帮我把石头放到洞口那里去吗？行，没问题。购买石头1块。话音刚落，一块大石头就堵在了洞口。里面的野猪显然也发现了这块不速之客，在里面不停地撞击石头。还好石头够大，除了砰砰的撞击声，整块石头纹丝不动。在外面的傅连雪也没闲着，他把收集到的干柴全部堆在了洞口处，随后用打火机点燃。只见滚滚的浓烟开始往山洞里面钻，足足熏了半个多时辰，直到里面再也没有传出猪叫声，这才停止。出售。出售石头1块，到账30积分。啥？30积分？我呸！真是个奸商，这一进一出就少了70个积分。哇，发了！宿主，你这下真的发了！哇，这可是纯天然的野猪肉，还有这几只小的，正好用来做烤乳猪，卖给本系统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多少积分一头？论斤算，20积分1斤。就算你把它们弄去镇上卖，价格也比我这里贵不了多少。更何况你还不用搬，这深山老林，寒冬腊月的，光弄去镇上就得要你半条命了。管家越说，傅连雪越有些心动，思虑再三后，还是决定卖出去吧，因为接下来他还需要买的东西多着呢。留1头大的，2头小的，其余的出售。好的。出售野猪肉920斤，到账积分18400。1万多积分。没想到这么快，我就攒到了买芥子空间的积分。管家，买一个芥子空间。购买芥子空间1个，余额8900积分。管家，就知道你是个奸商，花了1万积分，就只能装进去一只大野猪。宿主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芥子空间可以升级，只要有足够的积分，就可以从2个立方变成4个立方，再到8个立方、16个立方。停，那又要多少积分？现在是1万积分，升下1级2万，之后是4万、8万。你看我傅连雪像几万？
在心中无能狂怒了一顿之后，傅连雪无奈地举着手电筒打量了一下这山洞。这个山洞还挺大，比我以前睡的屋都大。对呀，要不然也容纳不下这么多只野猪。不过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，洞内干燥温暖，适合居住。管家，购买一张又舒服又便宜的大床，300积分一张，买。另外再购买一套暖和些的褥子和棉被，300积分，带枕头一起的，买。管家，再购买一扇结实一点的大门，防盗铁门可以吗？1500积分，买，直接给我装好。购买防盗铁门一套，余额6800积分。看到大铁门落地，傅连雪心里踏实多了，紧绷着的神经也松懈了下来。现在的她极度疲惫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安家的地方，一上床便沉沉睡去。从此以后，门外再没有继母的谩骂，更没有随时会落在身上的棍棒。这种日子好像还不错。下一集，管家跑路了。在古代，每家猪肉摊前都会写着“买肉送猪下水”这几个大字。就算这样，过往的路人都视而不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猪下水不好吃，就算是免费送，带回去也只能是给狗吃。今天，傅连雪在处理那2头小野猪的时候，看着那2串白花花的肥肠有些作呕，刚想扔掉就被管家叫住了。宿主，这猪大肠可是好东西，我这里有卤料包，你可以卤着吃的。大肠还可以卤着吃吗？当然啊，不但可以卤，还可以炸着吃、烤着吃、红烧，这么多做法。可是我不会啊。那等你有时间，购买一本识字大全，认识字以后，再购买一本华夏8大菜系菜谱大全，到时候保管你什么菜都会做。识字大全，8大菜系，我行吗？本系统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那识字大全贵吗？只需200积分哦，这么便宜，现在就买。好的。随后，傅连雪就看到眼前出现几摞厚厚的卡片，大概有几千张，每张卡片上一个字，还有相对应的图案和拼音，用手一按就会念出声。天，特意安天，天空，天地银行。这可比镇上书店里好几两银子一本书的质量都要好很多，这200积分花的最值。管家，你会搭灶台吗？宿主，你要不从我这买一个不锈钢柴火灶呢？不锈钢是不会生锈的钢铁吗？这么厉害的，多少积分一个？1500积分。切，就知道是这样，不买，我自己搭一个。傅连雪为了省点积分，从早上一直忙到了中午，这才算是把灶台搭好。随后，他从管家那里买齐了锅碗瓢盆和调料，所有东西都准备妥当后，这才把大柴卤上。一会吃饭还差张桌子和凳子，宿主要买一套桌椅吗？不买，买不起。不过你那里有没有比较省力的锯子？有啊，油锯1500积分，还赠送10升柴油。果然这么贵，唉，买。好的。不一会儿，一阵轰鸣声响起，接着就是一棵又一棵的树木倒下。管家，树木出售是什么价？这个得看品种。出售百年香樟木1棵，到账3万积分。3万，这么值钱？管家，升级芥子空间。恭喜宿主，芥子空间已升级至4立方。我为什么要自己做凳子和桌子？树这么值钱，我还在乎这点积分。出售50年杨树1棵，到账300积分。后面他再也没找到第2棵百年香樟木，剩余的30-40棵加起来也只卖了6000多积分，不过加在一起也有2万多积分了。最主要的是这种无主的东西和捡来的没两样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剩下这几颗就留着吧，夏天的时候正好遮阳。走，回去吃饭。玩家，购买一套桌椅板凳，要结实耐用的。好的，购买桌椅板凳一套，300积分。管家，虽然逃来了深山，但幸好有你在，我这辈子过得值了。宿主，告诉您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本系统被总部召唤，今天晚上就得走。什么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说不准，有可能明天就回来，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这怎么办呀？还有满山遍野的宝贝想要卖给你呢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对不起，那你大概还有多长时间离开？最多还有3个时辰。一听只剩下3个时辰，傅连雪也顾不上吃饭了，飞快地跑出山洞，扛起油锯就往森林走。这次他不再是地毯式的砍树了，有了刚刚的经验，也找到了一点规律。那些看起来直溜的、成长年份比较久的树，卖出去的积分就会高一点。
选好树后，他一边砍一边在脑海里计划着等会将要购买的东西。首先就是书本，有了识字大全，只要我学会了认字，什么书到了我手里都将会发挥它应有的用处。其次就是粮食，现在又正值寒冬腊月，没有粮食，我是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另外，种子也很重要，我既然打算在这里生活几年，种子就是我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希望。还有药材也很重要，也不知道管家那里有没有方子，如果能自己给自己配药治病，那就最好了。宿主，请迅速购买物资，本系统即将被召回。宿主，请迅速购买物资。那先买什么？傅连雪急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买起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书，对，先买书。管家，我要购买教认草药的、教种田的、教做菜的、教开方子诊病的、教打猎的，这些书都要。好的。管家，芥子空间会不会跟着你一起消失？不会的。那再购买稻种、菜种，还有棉花种，这些直接帮我放进空间。这上面都有说明书，什么种子，什么月份种，什么月份收，等你认识字以后，就都能看懂了。宿主，本系统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为表歉意，送你一把弩箭。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等我回到你的身边。管家，管家，这坑死人的管家，说好的3个时辰呢？这连2个时辰都没到，你就跑了？你就和当年的娘亲一样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毫不留情地走了。此时的树林里，除了傅连雪的哭声，连一声鸟叫都没有。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一人，被遗忘在这冰天雪地的禁地里。直到天黑，他才踉踉跄跄地往回走。在冰冷森林中，我已孤独穿行太久，像温柔的空罐头，写在你心里的手。那条泥泞的山坡，可以终结这寂寞。那就远走吧，奔向遥远的天际遨游。陪你扬手直到世界尽头。渴望的心不要理由，善良的青春岁月，紧握住温暖的双手，那些错过的忘记的眼泪，为了珍惜今天所有，要放下的旅途，填了写满真心的位置。只属于我的星球。下一集重新振作。雪儿，你看这是啥？哇，糖葫芦，我最爱的糖葫芦。娘亲，娘亲，你不要丢下我。雪儿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。原来是个梦，可现实又比梦里好不了多少。自从管家离开后，傅连雪把山洞里的门一关，天亮不亮都看不出来。要不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，她真想在山洞里待到天荒地老。傅连雪，你没有什么是看不开的，该来的躲不掉，该走的也拦不了。靠山山会走，靠水水会流，只有靠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娘亲也好，管家也罢，那些虚无缥缈的伤感，还不如手里有一碗白粥来的实在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就这样，连续3天，傅连雪饿了就吃野猪肉，闲下来的时候在山洞周边转转，剩下的时间她都用来学认字了。我决定了，明天要下山一趟。这坑死人的管家，还没等我买粮食呢，他就走了。任谁一天3顿光吃肉，身体都会吃不消的。今晚早点睡，明天下山买点主食。从前的他想都不敢想，居然能吃肉吃到发腻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第2天，等他到了镇上，天才蒙蒙亮，刚走上街道，就看到了告示墙的画像。天哪，这不正是我吗？和画像里的一模一样。还好现在天没大亮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真是奇了怪了，他们2个人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这才过去多长时间，官府就查出来是我杀的了？难道他们能掐会算不成？
傅连雪也是运气好，刚跑出镇子，就看见一处农家院子里晒满了一排衣服和鞋子。他又抬头看着越来越亮的天，唉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做小偷总比被砍头强。姐不白拿，给你留2文钱。抓贼呀！抓贼呀！贼来我家偷鞋子了。大婶，我没偷，给了钱的。给钱了。怎么办？这么一直走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不先去这个破庙里躲躲吧，等天黑再出来。还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啊！此时山坡上一个男人站在那里，正好将傅连雪偷偷摸摸的行径看在眼里。他思索了一会儿，眼中闪过一丝阴险。这个破房子是真的破，门和窗户都腐坏了，在潮湿的空气中还散发着一股刺鼻难闻的霉臭味。说实话，就这条件，还不如我那个野猪洞呢。小娘子在这里等谁呢？不如以后你就跟着哥哥吧，只要你老实跟我过日子，我绝对让你吃饱穿暖。哥哥，你抓疼我了，反正我也没地儿去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一口饭吃，跟你过也可以。没想到我刘大三也有枯木逢春、老树发芽的这天。你能自己想通就好，那就跟我回家去，咱们回去就成亲，晚上入洞房。哥哥，这男的看着比我亲爹年纪还大，真恶心。哥哥，这成亲也该有个说法呀，你姓甚名谁，年岁多大了，家住哪里，家里又有哪些人，这些总该让我这个新娘子知道吧。新娘子我叫刘大沙，今年35岁，就是这个山里的猎户。家中父亲已经过世多年，还有一个老母亲，身体不是很好，很多事都力不从心，所以才导致我这么多年一直未娶妻。我家里虽然不说大富大贵，却也衣食无忧。你嫁过来以后，我常年在山里打猎，这个家就由你来当家做主了。我呸！什么是当家做主？不就是饭由我来做，衣也由我来洗吗？能遇到哥哥也是我的福气呢。说完这话，傅连雪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，把刘大山当作救世主一般。不过确实是劫后余生，一个深山老林的家里就2口人，其中一个还是缠绵病榻的老太婆，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他们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弄点粮食呢。看来老话没说错，一切都是命，慢点不由人。缘分到了，媳妇说来就来，还是个小年纪花骨朵一般，老天爷直接就送到我面前了。喜上眉梢的刘大山越看对方越满意，有说有笑的把傅连雪往深山里拉，路上还一直在没话找话，说一些没什么营养的事情，像什么他几岁的时候，他家的猎犬就多听他的话，经过他的调教，一天能抓几只兔子之类的。傅连雪早就疲于应付，不过一路上刘大山就没问他任何关于身世的问题，傅连雪更不会主动介绍自己，所以她还是小娘子，小娘子的叫着，一直走到半下午，总算听见刘大山说了一声：“小娘子，马上就到家了。”下一集向这猎户一家下手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在破庙里遇到个下头男，非得把我绑到他家给他做媳妇，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，无语到家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爷爷的爷爷走遍了方圆百里的深山，还找到这个最适合安家的地方。当年他还被一头猛虎堵住了家门，那头猛虎和我爷爷对峙了。不得不说，祖传的就是祖传的，人家这条件不但开垦出了好些土地，还有一个结结实实的小木屋，比我那个稍稍一蹭就往下掉灰土的山洞强太多了。大山哥，我们今天成亲，大概有多少宾客？这附近可有其他人家？要不要叫人过来一起热闹热闹，喝杯喜酒？要什么宾客？这方圆20-30里就我们一家，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不是挺好？那有没有嫁出去的姑姐或是姑奶之类的？自家的亲戚我总该认识，万一将来人家上门做客，你又不在家，我也好招待呀。我倒是有一个姐姐，不过小时候生病不幸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啥玩意？没事儿，我是说太可惜了，对，太可惜了。是大山回来了吗？娘，你快出来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这是我给您带回来的儿媳妇，以后专门让她伺候您，怎么样？您满意吧？儿媳妇，大娘好。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叫什么大娘？叫娘。娘，哎，快进屋来。进屋后，刘大山随手把傅连雪绑在一根柱子上，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了桌前。娘，今晚我就要成亲。成亲好，成亲好。
可怜我啊，一个人苦苦过了30多年，好不容易带回来个媳妇，肯定是越早成亲越好了。娘，能不能也给我盛晚饭？哟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，这一个女人不吃2家饭的规矩可不能破了。今天晚上先坚持一下，明天的早时我们早一些便是。老妇的这句话差点让一天都没吃饭的傅连雪破功，但接触到刘大山瞪过来的眼神，他决定先暂时忍下这口恶气。大山，你先吃着，我这就去给你们烧水，一会儿好好洗个澡，去乏，晚上还要出大力气呢。哎呀，娘，羞死了，羞死了！刘大山虽然嘴上说着害羞，但一想到今天晚上就能和眼前这个美人入洞房，他浑身都燥热起来。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老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意淫。水烧好了，你们谁先洗？我们俩一块洗。还是年轻人会玩啊，省点水不说，还能先认识认识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傅连雪听到这个，顿时觉得此时再不出手那就晚了。大山哥，洗之前能让我先上个旱厕吗？行，不过被我发现你耍什么花样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这么柔弱，肯定不敢耍花样的。这还差不多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跟我过日子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那大山哥，我的手一直绑着，现在都没有感觉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血脉不通，坏死了。如果我手真的废了，大山哥你可不能嫌弃我。你是死人吗？手不舒服都不知道说一下，我这就给你解开，你赶紧活动一下。谢谢大山哥。啊，不行，我内急。傅连雪走出房门，就直奔旱厕旁边的树后。躲藏完毕后，她从空间掏出弩箭，静静地等着刘大山过来。果然不大一会儿，刘大山就出来了。好了没有？大山哥，我手麻，系不上裤腰带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女人真是麻烦，还要多久？一会水该凉了。还差一点点，要不大山哥进来帮我系一下。好嘞，哥哥这就来了。看着刘大山一步步逼近，傅连雪看准时机，对着刘大山的脑袋就射了过去，咻的一声，直接将他的脑袋射了个对穿。刘大山都没来得及发出惊呼和惨叫，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，立马便没了气息。还有老太婆，大山哥，大山哥你怎么了？娘你快过来，大山哥他怎么了？大山怎么了？大山 Double kill！ 哼，还一个女人不能吃2家饭，我让你下顿饭都吃不上。因为之前杀过人的原因，解决完他们娘俩，傅连雪内心毫无波澜，不但不先收拾尸体，还跑到灶房来翻找吃食。等他打开锅盖，看着已经热在锅里的米饭和3个菜，顿时口水就流个不停。这几天一点素菜都没吃上，今天终于能吃个爽了。吃完饭以后，有了些力气，他再次回到旱厕旁，本想就近把他们娘俩推进粪坑，可这到底也是一个落脚点，还是不要把这个旱厕给弄脏了。思来想去，还是把他们先收进空间，明天白天找个地方给埋了。处理完这些，可把一天都在提心吊胆奔波赶路的傅连雪给累坏了。晚上，他就在老太婆的房间睡下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早食都没吃，就惦记着那2具尸体，想着先把这件最棘手的事儿搞定再说。于是他在树林里挖了个深坑，把他们母子俩都埋了进去，这才回到木屋开始搜索物资。有鸡，这下有鸡蛋吃了。等下去老太婆房间里翻翻，找到的话，今儿午时便吃炒鸡蛋了。自从娘亲去世后，继母从来没让他尝到过一口鸡蛋，到现在他还真有点想吃炒鸡蛋了。接着他来到老太婆的房间，翻箱倒柜的搜索着，可怎么找就找到大概1两多银子和200多个铜板。傅连雪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拖累的家庭就只有这么一点银子，于是他又搜索了一番，这次就差掘地3尺了，也没找出来任何银钱。不过这次鸡蛋倒是找到了，大概30多个。呸，穷鬼一个，还有脸说让我吃饱穿暖，也不知哪来的脸面。翻完老太婆的房间，接下来就是刘大山的房间。刚一进去，里面就一股浓烈的脚臭味袭来，房间里也乱糟糟的，床上的被子揪成一坨，背心被扯得滑落在被单中心的位置，枕头上也是一块漆黑。呵，这房间很老光棍嘛。咦，这是菜窖吗？哇，发了！可这么多东西我也带不走啊！山洞那边除了种子和书本，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要不就简单的先在这住上几天。决定好这些以后，吃完饭一直到晚上，傅连雪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木屋前。管家走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唉，也不知道这见不得光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完。
这附近还有狼呢吗？见情况不对，傅连雪一个闪身就躲回到了木屋里，外面则传来了母鸡的惊叫声。我的鸡蛋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哪怕是葬身狼肚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必须想办法和狼群拼一拼。下一集，傅连雪大战狼群。不行，狼是最记仇的。今天放过了他们，明天他们就会卷土重来。今天说什么也得给他一点教训。于是头狼艰难的在前面跑，傅连雪就悠哉的在后面追，时不时发起冲锋，狠狠的虐他一把。感觉头狼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他又放慢速度，给他一点喘气的时间。就这样跑了几个山坳，头狼一头扎进了一个山洞。嘿嘿，游戏玩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送他一程了。是两只小狼崽。傅连雪来到已经没了呼吸的头狼身边，不知为何看到小狼，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娘亲。唉，以后你们两只就是我傅连雪的看门狗了。你叫培培，你叫半半。培培半半，你俩给我听好了，我就是你们俩的新主人。如果敢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们当储备粮。行了，跟我回家去吧。带着两个狼崽子回去以后，傅连雪先是处理那群野狼，然后时不时去山洞那边一趟，把之前的东西都搬过来，最后就是学认字，开始种地。就这样，随着一天天时间过去，刘大山母子俩留下来的粮食也即将见底，傅连雪不得不再次下山去买些粮食。这次他没有直接去镇上，而是和上次一样，先来看看外婆。刚到外婆家，就被表弟拦住了。嘘，跟我去那边，我有话和你说，别让奶奶知道。表姐，你怎么下山了？我下来买点东西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你几个大伯出了10两银子，正悬赏捉拿你呢。二婶为了这10两银子，现在搬过来和奶奶住一起了，说你一定还会回来看奶奶的。今天还好我回来的及时，要是迟来一步，被你进了门，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我大伯他们怎么知道我爹是被我杀的？是奶奶她气不过姑姑平白被冤枉，上傅家村找李正讨要说法去了。话赶话，就把你的事。哎呀，反正现在不但整个傅家村知道你做过的事，这附近的10里8村差不多都知道你把父母给烧死了，而且你大伯还把你的画像每个村子都贴上了。唉，外婆也真是。随后傅连雪通过严嵩清的讲述才知道，傅家村怀疑严家村包庇傅连雪这个杀人犯。前段时间，几个大伯带着一家儿子和女婿在村里大闹了一场，差点动手。为了他，2个村成了仇敌。不过虽然是仇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把傅连雪给揪出来。为什么严家村也要把我揪出来？严家村把你揪出来，是为了证明姑姑的清白，给她一个公道。多么讽刺！我和娘亲需要依靠他们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正眼看过我们一眼。现在我娘的仇都报了，他们出来嚷嚷着要为我娘讨个公道。严家村的人这不是想着借这件事向10里8村示威呢？现在他们闹得越凶，以后我们严家村嫁出去的女儿日子就越好过。哼，不管是严家村还是傅家村，都没一个好东西。最好这2个村子来个一决高下，打个2败俱伤。表姐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会担心你的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是高兴。对了，表姐，我如今在城里的码头上找了一份工，你如果需要买什么东西，我帮你买回来就是。你可千万不要冒险独自下山来了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怎么去镇上买东西呢。等着，我这就把银子给你。先是大米，要300斤，再要20斤粗盐，还有调料，也看着帮我买一些。吃的先这些，然后就是工具，镰刀、剪刀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但表姐，你今晚怎么办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亥时我还在这里等你。严嵩清走后，下午傅连雪就在山上眯了一会儿，突然山下传来了二舅母的叫骂、外婆的哭腔，还有嵩清表弟的痛呼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一天到晚在外面晃荡，就知道你没干什么好事。说这银子是哪儿来的？哎呦，你这个小兔崽子还敢抢！我让你抢！造孽啊！我是上辈子造了啥孽啊！一时间，外婆家里鸡飞狗跳，傅连雪则在远处偷偷的看着，表弟没有吃亏，便没有出手。
最终，严嵩清还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把银子抢了回来，抱着银子就朝自己屋里跑去了。谁知那萧氏见不能拿侄子如何，几步来到外婆面前，狠狠踢了几脚。你这个天打雷劈的，别忘了你也有儿子，一报还一报，到时候你也会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媳妇。你娘我还没死呢，你再哭一个给我看看。好家伙，真当我傅连雪是你捏出来的，欺负他们上瘾了是吧？哇，竟然有20多两银子，发了发了！好了，这下舒服了。李正叔就在这里吧。一个李正带着一个小媳妇上山，他要干嘛？下一集拐了李正一头牛。第二次下山路过小树林时，却意外看见一个40多岁的中老年男人和20多岁的小媳妇深夜来此，不知道要干嘛。李正叔就在这里吧。这才爬了几步路，就这么急不可耐，是不是看到你英俊潇洒的李正叔便走不动道了？这是什么个情况？怎么越来越不对劲的样子？我这是该看还是不该看？哎呀，讨厌！过来吧你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！这老男人当着我一个小姑娘的面，竟然，哎呀，羞死个人！李正叔，那牛我就牵走了。急什么？牛就在山脊上吃草呢，天亮之后再牵回去，这2天都由你使唤。谢谢李正叔。原来这里面还有牛的事呢，我就说嘛，一个20多岁的小媳妇怎么能心甘情愿的被这个老男人亲了嘴儿？也不知道那个李正叔的牙口黄不黄，有没有口臭。你就好好的陪你的李正叔吧，那头小母牛现在归我傅连雪了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好不好？我不会像那死老头子一样拿你换小媳妇儿。坏了！傅连雪突然想起今天晚上他还要和表弟接头，这把人家牛给偷了，还是李正家的牛。等他俩缠绵完，这座山肯定得灯火通明，人山人海。到那时他还怎么和表弟接头？但这会儿让他把牛送回去，他又实在舍不得。思来想去，要不再干一票？小母牛，你好好在这里加个餐，我一会儿就来接你。随后，傅连雪轻手轻脚的又回到了那一对野鸳鸯苟合的地方。不出他所料，辛苦了半天的2人，此刻正睡得香甜，甚至那老家伙还打起了呼噜。你，人家要睡觉，干嘛呀？咦，醒了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勾引你爹，也不该和你争牛屎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，只要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保证这辈子都不再看你爹一眼。这是把我当成李正的闺女了，把他手脚绑起来。他可是你爹，绑不绑？我绑，这就绑，给我绑紧点。绑好了，我能走了吗？行吧，这次就放你一马，以后再敢跟他乱搞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表姐，按你的要求，东西我都买全了，这是剩下的银钱，剩下的这几十文你留下吧。这可是60文，我累死累活干1天活才8文钱，表姐你一出手就够我干7、8天的活了。给你拿着就拿着，以后每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，给你奶奶带1、2个馒头，也算是我对外婆的一份心意。听到表姐把孝顺外婆都搬出来了，严嵩清只得无奈地将铜板收了起来，暗自决定这钱全部用来给奶奶买吃的，自己1文也不能昧下。以后每月15那天我都会下来一趟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像这次一样帮我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。没问题，表姐，这事就交给我吧。对了，哪一栋房子是你们李正家的？那边比二舅家还排场的青砖大瓦房便是。你先回去吧，时间长了别被外婆发现。好的，表姐。傅连雪借着月光看到表弟已经走远之后，周围也没有任何响动，这才快速的把东西全部收进空间。收好东西后，他便朝着表弟指过的那家青砖大瓦房走去。到了李正家里，他看见自己能用得上的通通都收进了空间里，一下子4立方的小空间就满满登登，一点缝隙也没有了。唉，剩下的宝贝们，我们有缘再见吧。荷花，你是荷花吗？荷花，
表姐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你明知道他娘，你还……大哥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娘的。你娘又打你了？那你爹呢？爹他不敢阻止娘，听到我的哭声，他就躲起来了。那他打过你弟弟吗？弟弟可是男孩，娘他最喜欢弟弟了，怎么可能会打他？只有我们这些赔钱的丫头片子才会被娘亲嫌弃。要我也是个男孩子就好了。荷花，我们虽然是女子，却不一定比男子差。我们不应该轻看了我们自己，更不应该轻看了其他女人。你之所以有这种想法，都是那些男人给灌输的。我是男的，我可没给你们女子灌输什么。没说是你灌输的，但你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享受到了男子该享受到的福利。如果你是女孩，你觉得奶奶还会对你这么好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如果隔壁传来的是弟弟的哭声，奶奶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如果是妹妹在哭，她最多就是叹一口气，说一句你妹妹也命苦，摊上这么一个娘就完事了，那不就结了？表姐，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急什么？傅连雪脑海中闪过一个主意，她自己一个人在山上，实在有些孤独。现在她父母双亡，山下又有2个村子的人对自己虎视眈眈，再加上这个小表妹今晚见到了自己，她娘亲还是头一个想拿自己换10两银子的恶妇。万一哪天她在亲娘面前说落了嘴，那么严嵩清铁定会被2个村子的人撕碎的。如果严荷花能跟着自己上山，那么……荷花，我问你，你喜欢你爹娘和弟弟吗？不喜欢，以前弟弟还会为我说几句好话，可如今，唉。荷花，那你愿意跟着表姐上山吗？虽然生活条件不是多好，但一定会让你吃饱穿暖，也不会动不动就打你出气。你想好，跟表姐去了山上，以后轻易就见不到你爹娘和弟弟了。表姐，我愿意。爹娘既然只要弟弟不要我，那我也不要他们了。行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你们2个都疯了，等2叔2婶找不到人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找，急死他们都活该。只是你得替我们保密，问你就说没见到过，就连你奶奶你都不要告诉。保密没问题，可是哥哥，你不用再说了，荷花决定好了，以后就跟着表姐了。那荷花你怕吗？有表姐在，我不怕。行，那咱俩就进山。就这样，傅连雪带着小表妹便朝着深山里走去。可能她觉得这个孩子和小时候的自己一样，忍不住就想帮他一把，又或许是怕松青表弟被暴露的风险。总而言之，严荷花以后不会再受搓磨，不仅能吃饱穿暖，更重要的是自己也有个人作伴了。下一集，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活着。自从严荷花跟着傅连雪开始，一路上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样子，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被表姐赶走，所以仅仅才5岁的她就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哇，好香！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肉了，没想到跟着表姐竟然还能吃到肉。荷花，那你今天可要多吃点，这肉管饱。表姐，以后你有什么活都可以叫我干，像喂鸡、放火、扫地，还有好多好多。就算有不会的，只要表姐愿意教我，我都可以学。那以后我就不客气了，到时候你可别觉得表姐压榨你就行。表姐对我这么好，还给我吃肉，怎么能压榨我呢？给，再来1块。我不要了。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吃多一点就长得快一点。表姐还希望你快快长大，帮我干更多的活呢。行，那谢谢表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就能到家。今晚咱俩就先在这将就一下，坚持住，1晚很快就过去了。没事的，表姐，这可比我以前在鸡圈睡的时候好太多了。你还在鸡圈睡过？表姐，要不以后这牛就归我照顾吧，早晚我带着它出去吃草。好啊，没想到你还会放牛呢。那它有名字吗？还没有，不过以后它就归你照顾了，要不你给它起一个。这牛全身都是黄色的，我听说金子也是黄色的，要不我们就叫它黄金吧。以后它在我们家就是黄金一般的存在，你说好不好？只要黄金他自己没意见，我肯定没意见。黄金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荷花，看来黄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呢。是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黄金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的，每天都让你吃得饱饱的。
表姐有狼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没事，别害怕。外表姐忘了跟你讲，这狼是表姐养的。陪陪伴伴，过来，不可以吓人。我今天给你们带回来一个新主人，你们可不许欺负他。荷花，过来吧，咱到家了。好。就这样，傅连雪和严荷花在这深山里相依为命地生活了下去。一个人负责照看家里面的活物，另一个人看书研究种子种地。不知不觉1个月就过去了。荷花，还有2天就是15了，我和你哥哥约好了碰面的。这几天你把黄金和那些小鸡照顾好就行，谷外就别去了。天黑以后早些睡，知道吗？表姐你放心，我一定乖乖在家等你。只是你能不能带我看看我爹？我好久没见他，也不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会不会找我。你想他了？有时候会想他们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因为我不见了而着急。那如果他们后悔了，发疯一般的找你，并且保证只要你回到他们身边，他们一定会像对待你弟弟一样对待你，你会原谅他们并回到他们身边吗？不，他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？如果没有表姐，我可能已经饿死了。而且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像对弟弟一般对我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那也是因为我有本事了。他们为了让我照顾弟弟，才会对我好的。荷花做得对，他们会有后悔那天的。只是你一定要记得今天说过的话，对他们永不原谅。好。宋清，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去哪里？奶奶，我有点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表姐，我还以为你要明天才到呢，还好我提前1天回来，要不然你就得多等1天了。是我自己太心急了。没事。对了，荷花在你那里过得怎么样？可还习惯？荷花挺好的，只是我刚看到你二叔他们在院子里，他们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因为女儿不见而伤心啊。这对冷心冷肺的2口子，要说他们2个也算是绝配。在你们走后，他们还以为是我奶指使荷花偷了家里的钱财跑路了，因此二婶他俩来我奶那里大闹了一场，还把奶奶给打伤了。最后嚷嚷着要去城里报官，却不是为了找荷花，而是为了那被偷的银钱。唉，今儿早上我走的时候，荷花还拜托我帮他看看他爹有没有因为他不见了而着急呢。如今看来，荷花还真是一腔真心喂了狗。行了，不说他们了，说说你吧，在城里可还习惯？表姐，城里出大事了，好像出现了瘟疫，听说好多人发着高热，脸色蜡黄，医馆和药材店里满满都是人。什么？傅连雪小时候有幸从老人嘴里听到过这个可怕的词语，如果病情实在控制不住，官府就会将这片发生瘟疫的地方全部一把火烧光，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，没人能幸免于难。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我没事。那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病的吗？好像就这2天，之前也没听有过。那你别去城里了，最好是带着你奶奶好好待在家，不要去那些人多的地方，万一染上。表姐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以后当牛做马来报答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的，一定尽我所能。就是想让你收留我和奶奶一段时间。城里都在传说这个病已经死了好几百人，大家有门路的都投靠亲友去了。我刚才差点就被关在城里，出不来了。那你有没有和那些身体不舒服的病人接触过？没有，我一个病人都没有接触过，要不然也不敢回村里，更不敢来和你见面。那镇上是不能再去了。你知道村里谁家的余粮多吗？我们就从村里买点粮食，然后带着外婆直接上山。我知道村北边的严七爷，他家肯定有存粮。那你问问去，就说是你们管工吩咐的，让你回村帮着买粮，最好今天晚上就能把粮食拿到手。好，那表姐，今晚子时咱俩在家里碰面。表姐，这么快就下来了？严七爷家还有好些，我还要来回拉2趟，你先在家里歇息一下。去吧。雪儿，外婆，雪儿，真的是你？你来了，怎么也不把外婆叫醒？外婆，知道你们老人较少，要是醒了就不容易睡着了，所以才没吵你。快和我进屋子里说。雪儿，你过得可好？很好，外婆你别担心了，只是现在城里出了瘟疫，死了好多人。啥瘟疫？对，是宋清亲身经历的，他差点就被关在城里出不来，我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。什么万全之策？你和宋清都搬我那儿去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几人一起，不再和别人接触，除非瘟疫过去，要不然我们就一直待在山上，总会熬过去的。
可是搬家也没那么容易，我们3人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个壮劳力都没有，要不要把你二舅也……外婆，我很认真的告诉你，我没有接待二舅的想法。下一集对外婆的试探。外婆，你真的放心不下二舅一家，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哪怕他们对你呼喝打骂，你也无怨无悔吗？你这孩子说的是哪里话？哪有做娘的会继儿孙仇的？他毕竟是你娘的兄弟，和你娘一样，都是从外婆肚子里爬出来的。雪儿，我知道你孝顺，你说你松林表弟还是个孩子，3岁都还没过，我怎么就能丢下他们不管，独自逃命？外婆巴拉巴拉的说个没停，无非就是不想离开这个唯一的儿子。而傅连雪的心越听越硬。行，外婆我知道了，等松青回来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。现在你先好好休息休息。傅连雪退出外婆的房间，回到院子里想了想，粮食不能再放在这里了，便给外婆留了2袋粗米，剩下的都收进了空间。至于这2袋粮食，最后是进了他的嘴巴，还是进了二舅一家的嘴巴，都无所谓，他就当是还他多年前为自己出的那次头吧。外婆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晚做下的决定，好好的和二舅他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。松青，还有没有了？没了，20两银子换的，全都在这里了。那你先别往院子里搬了，直接放到后山吧，明天走的时候拿着也方便。好的，表姐。松青，辛苦你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还得趁着天黑把板车还回去。没事，表姐，这比码头上的货物轻多了，我这就去把板车还回去。等等，松青，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在上山之前就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？刚才我跟你奶奶提过我们一起上山的事，她非要带上你二叔一家，而我是肯定不会带他们一家上山的，那就只能由你来做选择了。你是选择跟着你奶奶继续留在这里，还是选择和她分开跟我上山？你不要有压力，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但是有一条，你必须要记住，不管以后你后不后悔今天的选择，都不能怪别人，特别是不能怪到我的身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叫奶奶上山。站住！万一你奶嚎一嗓子，隔壁你二叔他们就知道了。那我去拿绳子把他手脚绑上，然后用布条再把他的嘴巴堵上。反正今天说什么，我也把我奶一起带走。就算你把他绑住了，我们也不可能把他抬上山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和那用20两银子换回来的粮食。随着傅连雪说完这话，严嵩清也彻底清醒了，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，哭了起来。他的哭声里包含着太多的无奈和委屈。表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。1个时辰以后，我会回来告诉你我的决定。行，1个时辰以后，我们还在这里碰面。看到表弟走远以后，傅连雪不相信他真的能悄无声息地解决这件事，自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住这一堆粮食。于是他凭借着自己那小小的空间，一趟一趟的将这点保命的粮食都藏到了之前那个山洞里。另一边的严嵩清回到家后，没有直接进屋，而是假装的在窗外咳嗽起来。奶奶，你醒了。奶奶见此，一滚就起了床，想要将孙子扶进屋来，可刚走2步就想起外孙女说的瘟疫，又犹豫着不敢往前迈步。如果真的是瘟疫，那……严嵩清就着窗外洒进来的月光，把奶奶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。现在的他心如刀割，眼神中透着失望。奶奶，你别过来！宋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浑身发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疫病了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刚才表姐帮我看了一下，看着不像，她那边有些草药，说一到山上就熬了给我喝。我先回房收拾收拾去，你也赶紧收拾一下，都收拾完，我们好赶紧启程上路。上路。奶奶听到上路2个字，心都抖了抖。她伸出手想要拦住孙子，和他说带上小儿子一家，可一想到孙子刚才的咳嗽，她又止住了这个想法。瘟疫可是会死人的，如果大孙子真得了这疫病，去了深山老林又没有大夫，我们就只有等死的可能。不行，我还是留下来和二儿子一家同生共死，还有搏一搏的机会。大儿子这一房是没指望了，雪儿刚才还和大孙子一块待过，那应该也没多大希望了。他们还是太年轻了，哪知道瘟疫的可怕。老天爷呀，你这是要把我逼死啊！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？好，很好，奶奶比我先做出了选择，我终于可以毫不愧疚地脱离这个家了。严嵩清虽然这么想，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痛，痛到麻木。
奶奶，你怎么没收拾？要不要我来帮你收？那个松青，我想了一下，你们现在要带的东西很多，我跟着你们一起也是个累赘，要不我晚几天再去。奶奶，你是不是因为表姐说不带二叔一家啊？嗨，这我都和表姐说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告诉二叔，我们一大家子一起上路，也能热闹一点。严嵩清把一大家子和上路这俩词咬得格外的重，给奶奶听得心里咯噔一下。不用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松林弟弟也受不住的。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也不看看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，那还管得了，受不受得住？让我二婶抱着便是了，他要不抱，我来抱。你不能抱。哎呀，我说了不用就不用。松青啊，奶想过了，人家都说落叶归根，奶这辈子哪都不想去，就算是死了也得埋在这严家村。你长大了，从今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你就快走吧。既然你不走，那我也不走了。我们一家人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和二叔二婶他们一起好好孝顺你。那不行，我是说，我放心不下雪儿，要不是雪儿她出了这事，松青啊，就当奶奶求你了，你们2个一定要相互照顾，奶奶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快去吧，等下你表姐该走了。奶，我跟表姐去了山上，这银子就算是孙儿最后的孝心了。孙儿知道，这点子银钱不及您对孙儿付出的万中之一，但孙儿没本事，能拿出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这次严嵩清把刚才忍住的眼泪一下都流了出来。不管奶奶今天的做法有多让他失望，但他毕竟养了他那么多年，这笔恩情谁也抹杀不掉。自己这一离开，奶奶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。奶奶，孙儿上路了。松青，松青。是没劝动，外婆不来，你也别难过了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，我们只是凡人，救不了一个不愿自救的人。奶奶可不是不愿自救，她是怕被我传染瘟疫，死得更快。你怎么跟你奶奶说的？刚刚发生的事，严嵩清并不打算全部都告诉表姐，可能是想让奶奶在表姐心里留下那份美好吧。下一集，黄金丢了。表姐，你回来了，哥哥你也来了。傅连雪仅仅才离开2天，小鸡们就大了一圈，屁颠屁颠的跟在荷花后面，赶都赶不走。看来表姐的日子确实过得不错，奶奶如果知道了，绝对会后悔死的。发什么愣呢？表姐，你这里条件不错嘛。咦，表姐，你这牛在哪儿买的？怎么和李正家走丢的那头一模一样？嗨，这也是我捡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李正家丢的那头。捡的？在哪儿捡的？我也想去捡一头回来。嘘，你小声点，就在下面，可能是他自己放牛不小心，让牛跑到这里来了，正好被我捡到了。他可真能跑啊！表姐，这牛你可得绑好了，可别让它再跑了。放心吧，哥哥，黄金现在有我照看，肯定不会丢的。行了，我去做饭，晚上给你俩煮点好吃的。那我带黄金去外面吃草了。去吧，晚上记得早点回来。好。表姐，那我呢？你就先收拾好自己的床铺，晚上好美美的睡上一觉。明天一早咱俩去种地。好嘞。荷花呢？她不是去放牛了吗？还没回来。不好，出事了！表姐，你等等我。黄金，黄金，你在哪？快出来！黄金，黄金。表姐，好像是牛不见了。人没出事就好。荷花，你回来，我们一起找。严荷花听到表姐的声音更着急了，因为她知道在农家一头牛的价钱都可以娶3个媳妇了，现在牛丢了，就算是把它卖了都抵不了半头。荷花，你在哪里？你不用怕，我和哥哥过来找你了。表姐，我在这里。表姐，你看，荷花在那。表姐，我把黄金弄丢了，你打我吧，要不饿我几天也可以，只是你千万不要把我赶下山呀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说这个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最后看见黄金是在哪里？我下午出来后就把黄金拴在了一片青草旺盛的地方，就想着它能吃得久一些，然后我就去给小鸡抓虫去了，谁知道我回来后它就不见了。先别哭了，
带我们去拴牛的地方。前几天下了雨，牛身子又重，肯定会留下脚印。我们只要跟着脚印走，一定能找到。对呀，我们可以跟脚印。自己这个榆木脑袋怎么就想不到呢？就在那边。到了黄金丢失的地方后，傅连雪在这附近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地上还剩好些青草，而这些草都没被牛啃过的痕迹。黄金不是自己走的，应该是他吃草的时候被人牵走了。表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先找到黄金再说。傅连雪现在可没心情给他们解惑。如果黄金是自己扯断了牛绳，找回来的机会还大一些，可被人牵走，那就麻烦了。不但牛可能找不回来，他们3个人还暴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了。能偷牛的人，人品想必也和他自己一样，好不到哪儿去，必须尽快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荷花先回去，表姐不骂你。我不回去，表姐，黄金是在我手上丢的，我要一起去找。可是，表姐，你就让荷花一起去找吧。希望找到牛之后，表姐能看在妹妹一起找牛的份上，能饶了她这一次。行，那走吧。于是傅连雪3人一路顺着牛蹄印找去，翻过了好几座山，一直走到子时初，总算看到了一处人家。表姐，你看这坨牛粪是新鲜的，肯定是黄金刚拉不久。你们爬到树上去，在这里等我，我去那户人家探探情况。我也去。不行，我们人多目标就大，万一被里面的人发现，我们跑都没地方跑。我一个人去，动静也小一些。那表姐注意安全，放心。随后，傅连雪轻手轻脚地来到窗边，只见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刚给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上完药酒。娘，我没事，就是被那牲畜用牛角抵了几下。你说你好好的打猎就是了，去牵什么牛？咱们家又没地，要那牛干啥？就算不能离地，也可以杀了吃肉啊！牛是吃草的，又不费什么粮食，养到冬季天冷的时候，正好杀了做成肉干。这么大一头牛，够咱家吃好几年的了。什么？要杀黄金？哎呦啊！还杀了吃肉？你也不怕遭天谴？在农家想要买头牛，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省吃俭用，就这都还不一定能买得起。你倒是慷他人之慨，还杀了吃肉。我先吃你的肉，明天天一亮，那牛从哪儿牵回来的，立马给老娘送回去。我送哪儿去？那牛我就在山坡上捡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人家不要扔掉的？行，看来你爹走了，你就不听我的话了是吧？哎呀娘，你别说了，我听你的就是，明儿个一早我就送回去，行了吧？唉。女人叹了一口气，便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。一直在外偷看的傅连雪见她离开，本打算看在女人的份上，放过这个偷牛贼一次，正要起身离开，就看见那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残忍。好不容易得来的，我才不还呢！今天晚上我就了结了他。下一集还不一定谁了结谁呢。这个山头住着一个奇怪的猎户，一大早就去山上打猎，夜晚时却带回来一头家养的大黄牛。你他丫的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怂了？看是你牛还是我牛？不好！毫无防备的小猎户被傅连雪借着冲击力一脚就被踹下了山崖。随后抱着要他命的念头，在周边搜寻了几块磨盘大的石头放进空间，来到男子滚下去的地方，眼都没眨一下就丢了下去。松青、荷花，走，我们回家了。表姐，你是怎么把黄金给找回来的？傅连雪没把她自己对那小猎户做过的事说出来，只是告诉他们2人，以后黄金还是不要放出去吃草了，每天在外面给他割2捆回来就行。表姐，我来割。好，我们荷花最棒了。不过以后有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先回来跟我们说。像这次，如果你发现了偷牛贼，他说不定会直接杀了你，然后再把牛牵走。是啊，荷花，在这深山里，真被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哥哥，表姐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我们以后要养成随手关门的习惯。这次还好是偷牛，万一他起了别的念头，偷偷溜进了院门。表姐，你快醒醒，咱们家来了个奇奇怪怪的人。什么？是他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偷牛贼的母亲，曾让他心生敬佩的女人。也不知道他儿子是死还是活，现在找到了这里，难道是来替儿子报仇的？你在我家门口干嘛呢？我想问下路。问路？对，问路。
也不对，是想朝你打听个人。什么人？我找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她家有头黄色的母牛，请问你们家有这么一个人吗？他儿子竟然见过表妹？没有，这里就我一个人住，你快点离开，别以为随便扯个小姑娘出来我就相信你。我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，从来没见过什么小姑娘。你走不走？我走，我这就走。上次在他家里，他儿子明明说牛是在山上捡的，而这次他却打听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看来他儿子是就回来了。表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松青，你和荷花好好在家，我跟着那人去探探情况。我说了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延平，我顶着大太阳在那里偷看了2个时辰，根本就没有看到你说的什么小姑娘，只有一个15、16岁的女子。我还被对方误会成了坏人。唉，娘的一世英名，为了你也算是毁于一旦了。那个小兔崽子铁定是躲在里面没出来。你看看，他们把我害成这样，叫你一把火丢下去你不愿意，叫你给我把那臭丫头揪出来你也糊弄我。你到底是我娘还是他娘啊？我肯定是站你这边的，可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怎么为你做主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被他们害的，你一定要那死丫头为我这2条腿偿命。娘原本是想打听一下，人家愿不愿意把你说的那个小姑娘抱出去。如果愿意，我们花些银钱，半买半抱的接回家，让她全心全意的照顾你。以后等她年岁大些了，也好给你留下个一儿半女。村里好些女儿多的，养不起，便会半买半送的把她们抱给人家做童养媳。大些的7、8岁，小的刚出生就抱出去了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么个小豆芽菜，我才不要！你不是说刚才碰到一个15、16岁的吗？他长得怎么样？你走不走？这个不行，虽然长得还可以，但他太泼辣了，我刚才差点被他一刀给劈了。泼辣才好呢，就他了。小猎户嘀嘀咕咕跟他母亲商量着，晚上怎么再去傅连雪家里把他带出来。女人看着可怜的儿子，心里也很是不忍，更别说儿子对她又是哀求又是威逼，她的底线是一降再降。唉，你保证，我只要帮你把这个媳妇弄到手，你就再也不许闹幺蛾子了。放心吧娘，我说到做到。这个女人看着人品好，可一旦触及到她儿子，就再也没有底线可言。这样的人绝不能留下后患。老实点，不然要了你的命。娘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子？对，就是这位姑娘。姑娘，我们真的没有恶意，就是想朝你打听个人而已。娘，你忘了刚才答应过我什么了？可如今这形势，实在不是商讨亲事的时机呀。娘，你别怕，谅她一个女子也不敢见血。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她了，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。应有的惩罚？我家的牛好好在树林里吃草，就被你儿子这个偷牛贼给偷了。我原本想放他一马，可他自己作死，竟然还想杀牛，没弄死他，算他命大。可是纵然如此，你可以告诉于我，我自己来教训便是，你何至于下此毒手？呵呵呵，你教训？你要怎么教训？帮着你儿子想方设法把我弄去你家，给你儿子做媳妇，给你家传宗接代。对不起姑娘，我们这就离开。我不同意，我就要娶她，我要让她给我当牛做马，生儿育女。是吗？你娘惯着你，我可不惯着你。不要！娘，我错了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如果在树林里突然掉下来个蜜蜂窝，请不要高兴，因为……咦，这是蜂蜜吗？真是老天爷喂饭啊！这是你的吗？熊怕什么呀？傅连雪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大家伙吓得脑子一片空白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紧逼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就在他以为今天要下去见他太奶的时候，他又已经出现了。003号贴心管家前来报道。管家？真的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？是的，宿主，总公司有7、8成的系统恢复了正常运行，如没有特殊的意外事情发生，本系统可以一直陪着你的。真的太好了，那我上次没用完的积分还能继续使用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把我放到那棵树上，然后购买一件武器对付这个熊瞎子。好的，宿主。
购买武器以德服人一套。以德服人。果然管家出品必是精品，这么大一头熊瞎子，空间也放不下呀。管家，升级下1级空间需要多少积分？再升级就是4级，空间容量是16个立方，需要8万积分。只不过现在你还差大几千积分。那管家先买油锯一把，再来20升柴油。宿主，有人来了。哦，姑娘，你这么厉害，竟然打死了一头棕熊，可不是嘛，还热乎着呢。那你可发财了，一头棕熊，光熊胆和熊掌就能卖好几十两，更不用说这厚重宽大的熊皮，整只熊下来，少说也能卖上100多两银子，够一户普通人家生活个20-30年了。还未请教这位大哥，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我叫秦阳，我们一家为了躲避瘟疫才搬上山的，走了好几天才找到一个没人住的房子安身，就在那边。那边不正是我前几天杀死小猎户一家吗？靠，我还没来得及抄家呢，这不给别人做嫁衣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大哥叫我小莲就行。傅连雪怕对方听说过自己的光荣事迹，便耍了个心眼，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姓名。小莲。心动人，糟糕眼神躲不掉，对你莫名的心跳。秦大哥。这头棕熊那么重，你一个人能运回去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哥就在附近，一会他就来了，不用麻烦你了。这么大个家伙，少说也有700-800斤往上了，我还是回家一趟，叫上我爹帮帮你们兄妹。秦阳说完，转身就朝他家走去。傅连雪想拦都没拦住。宿主，还要油锯和柴油吗？不要了，先把这头棕熊出售了。好的，出售棕熊1头，到账1万积分。啥？多少积分？爹，后山有人猎到了一头熊瞎子，我们拿上家伙帮人家运回去。什么熊瞎子？可不是，老大了。孩子他爹，还是算了吧。咱们刚到山上来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好人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。娘，那人是个姑娘家，叫小莲，看着也就15-16岁，不像是个坏人。小莲，孩子他爹，要不咱俩跟着去看看？爹娘，你们同意去了？傻孩子，当然要去了。爹娘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莲。秦大叔、大娘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熊瞎子呢？我看看。对呀，那头大熊呢？刚才我哥找过来了，我们一行有4-5个人，趁着这会儿天色还早，熊瞎子就让他们几人给抬回去了。可惜了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熊瞎子呢，还以为这次能大开眼界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波。那既然你哥他们回家了，你便到我们家吃顿饭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你一个姑娘家实在不安全，明天让我家秦阳送你回家吧。对呀。不了，我哥让我在这等着告诉你们一声，怕你们回来之后找不到人，完事后要我快步追上他们。那就让秦阳送你吧。也不用了，要是让我爹娘知道我跟着一个男子满山跑，以后他们再也不让我出来了。好吧，那你路上小心点。呆子回神了。他好了，我都知道，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这深山老林的，人家的大门朝东朝西都还不知道，希望老天开眼，给个机会让你成个家。娘，那我现在就远远的跟上去，看看他们家住哪，以后也不至于想找都找不着了。嘿，你这孩子，这样的事儿我们可不能做。这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就算现在形势逼人，找不着媒婆，可我们2个还活着，哪能让你自己找上门去的？哎呀，孩子他爹，你就让他去吧。记住，远远跟着就行，不要上门拜访，知道人家在哪儿住，下次我们再想个办法制造一场偶遇。行，娘，那我去了。等等，孩子，你要知道，结亲是结两性之好，以后就算和人结不成亲，也不能恼羞成怒，记恨人家。好的，娘，我记下了。这鬼鬼祟祟的，像什么话？孩子他爹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杨子在战场上9死1生，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，这再躲2年瘟疫，可真就要成一个老光棍了。下一集让秦阳自己选择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女子叫小莲。今天她和往常一样，走在回家的必经之路时，却不想身后还尾随一个小伙子。
是他，也不知道他是看上我那头棕熊了，还是看我一个女子想要对我做些什么，又或者他也想和我一样，先找到我家，然后来个黑吃黑。嘿嘿，人呢？不会是被发现了吧？小莲，你出来，我没有恶意，就是怕你一个人走山路不安全，想着悄悄护送你到家，然后想再问问你有没许配过人家。躲在草丛后的傅连雪听秦阳说完，脸上顿时就有些发热，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。虽然他没什么家教，却也知道这种事情本就该家里的老人做主，哪能由着年轻人这般孟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形势比人强，如果没有空间和管家的存在，有一个男子可以依靠，他可能会欣喜若狂的答应。可现在有了独自生存下去的底气之后，他犹豫了。秦大哥，小莲，我刚刚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我家里人口简单，没有别人家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污糟事。我爹娘也都是良善人。如果你嫁过来，我虽不能让你大富大贵，却绝对能保证你衣食无忧，尊你敬你一辈子的。是你娘叫你跟过来的吗？是我娘同意的。不过你千万别多想，我们绝对没有坏心。如果你同意，我这就送你回去，也趁此机会拜见一下你家爹娘，就当是认人门了。原来之前他们一家人如此亲和，原来是打着这个主意呢。那你是真心要和我成亲了？是的。那好呀，我们家就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你尽管提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一定做到。是这样，我们家的女儿不枉出嫁，只会招婿的。你放心，我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却也不会缺吃少穿。你上门以后，我父母和兄弟姊妹一定将你当做一家人，绝对不会委屈了你。另外，我答应你，每年正月就陪你回娘家看看，住上一段时间。要不现在我就陪你回去一趟，捡上2套替换衣裳，再和你爹娘道个别。哼，让你们一家羞辱我，打发个毛头小子来，就想来和我一个姑娘家商讨亲事，跟谁不知道是？不就是想让我看在这毛头小子长得人模狗样，先昏了头，然后空手套白狼，白捡一个媳妇吗？秦阳有些傻眼，刚说出口的上刀山下火海，怎么也接不上嘴了。你不是还有哥哥吗？怎么还要找上门女婿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猎户都住在深山老林里，和外面很少有联系。家中的姑姑也曾往外嫁过，可嫁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过一次娘家。我乃临终之时想要再见女儿一面，父亲就连夜下山去接姑姑。可来到姑父家一看，原来姑姑嫁过来的当年就已经死了。于是向左右邻居一打听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姑竟是被那畜生姑父打死的，只因娘家太远，没人为她主持公道，便使劲搓磨她。我父亲简直不敢相信，回到家哭着跪在奶奶床前，把来龙去脉一说，奶奶一口鲜血喷出，死不瞑目。从那之后，我家便有了女儿不往外嫁的规矩，要不然就招个女婿，实在招不到，就出山买个小子回来，手里握着他的卖身契，家里还有父兄护着，谅他也不敢对媳妇不好。傅连雪扯的这个谎果然有效，看着秦阳脸色越发苍白，于是他打算再加一剂猛药。你不知道，我前大姐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那天晚上在房间里暗戳戳的欺负我大姐，我大姐便第二天一早就告诉了我爹，早食都没吃，我大姐夫的腿脚就被我哥给砍断了。等我大姐回屋一看，你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已经活生生的流血而亡了。不过秦大哥，你不一样，只要你老老实实把我们一家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我保证不会向我父兄告状的。可你要像我那个大姐夫一样。秦阳没想到这山里竟然还有这般未开化的人家，只听说过打死儿媳妇的，还从来没听说过打死女婿的，这还真是让他大开眼界了。不过这个眼界若是开到他自己身上，可就没那么好玩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家这种观念是不对的，就算为了保护女儿不被欺凌，也不能这般糟践别人家儿子吧。可是听我爹他们说，外面的媳妇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啊，伺候一家老小，再时不时挨一顿打。我家任何人都能随便欺凌，怎么我们女子能吃的苦，你们男子就吃不了？不是说男人比女人更厉害，更能干吗？我竟不知道你们外面的男人这般没用。反正就是不对，自古以来都是男尊女卑。停，我不懂什么古不古，谁尊谁卑。我只问你，你要做我家的上门女婿吗？那不行，我家就我一个儿子。小样，就凭你。你放心，这种事情讲究你情我愿，我也不是那强抢压寨夫人的山大王。
但是你可不要再跟着我了。秦阳伸出一只手，想要抓住这份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感情，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。真要是和小莲成了亲，将会有什么恐怖的遭遇在等待着他。于是他低着头，一改来时的斗志昂扬，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到家后，他把自己听来的奇葩家规给爹娘一说，把两个老人唬得一愣一愣的，纷纷表示这样人家的女儿就算是打光棍也不能要。孩子，咱们再慢慢找，大不了等外面的瘟疫过去之后，咱们出去娶个年纪大些的，或者干脆就买一个，买回来的还听话，让他给你多生几个儿子。秦阳除了点头，又能怎样？小莲这样的女子，谁敢要？下一集，可怜的外婆。摆脱了秦阳后，傅连雪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从管家那里又买了一把油锯和20升柴油。对了，管家，你那有没有不用手拿着就能照亮的手电筒？有，太阳能矿灯，这个戴在头上，干活非常方便，而且使用时间长，可以高达6个时辰。贵吗？比手电筒贵一半，要700积分。买一个。好的，宿主。看着所有装备都准备妥当后，他带上矿灯，拉响油锯就开整。除了吃喝拉撒，傅连雪就没怎么停下来过，赚取的积分也都用来升级空间了，从小小的8个立方，一下子就升级到了512个立方。今晚大家就在这将就一下，明天一早再继续赶路。这不是那个严家村的李证书吗？糟了，看来瘟疫是控制不住了。明日几时有？抬头自己瞅，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响水滩。表姐，是表姐，快开门！表姐，这次你怎么出去这么久啊？先进去，关好门再说。怎么了这是？接下来不要随便出去了，山下成群的人已经逃难上来了。那我娘他们会来吗？这个说不准，如果真来了，也不许放他们进来。那奶奶呢？如果她能和二舅家一刀两断，我们就给她一顿饱饭吃。如果他还是心心念念他的小儿子，那就让他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好了，我们没有插手的必要。松青，你先在这守着，我和荷花回去准备准备。他们要是真来了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好的，表姐。表姐，这些都是严家村的人。那看见你奶奶他们没有？在那里，快看，奶奶在那里。傅连雪在表妹出生的那一刻，就搜寻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死老太婆，找捧柴火磨蹭个半天，你给我快点！脚下生根了，就算你个老不死的不用吃，你们严家的金疙瘩可饿不得。松青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实在想不通，你说奶奶她何必呢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，我们外人看着觉得她可怜，也许人家自己乐在其中呢。爹，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看着倒像是个有钱老爷。可不是吗？满山遍野的木头，人家直接用铁来做门，也不知是哪里的规矩，想来应该也不是咱们本地人。你们说，这山算不算是咱们严家村的呀？在这里建房子，爹，他们有经过你这个李正同意吗？李正，我都才好点了，这里面挺大的，能听到公鸡打鸣声，还有田地种了庄稼，就连建的房子还是红砖房，光这红砖，咱们镇上都没有卖的。严老二，你确定？这我亲眼所见，肯定不会看错的。咱们村后山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大老爷？我怎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？你们有没听到过什么内幕？没有。这就奇怪了。爹，我带几个人直接敲开门，问问不就得了？有人吗？有活人就吭个气儿。给我滚！哟，既然还有气儿，就把门打开，关门闭户的有没有点待客之道？李正，这样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没关系，非常时期，使用非常手段嘛。松青，上热水。简直是岂有此理，太过分了！就敲个门，里面的人竟然敢浇热水，真当咱们严家村没人还是怎的？乡邻们，咱们严家村自建村以来，可从来没让人这般欺辱过。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给院墙里面的人一个狠狠的教训。乡亲们，请听我一句劝，如今形势严峻，我们已经损了一人了，已经算是一个大教训了。说到底，也是我们一开始的做法不可取，怪不得别人。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，咱们这会儿是难关当头，更要齐心协力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把这堵墙攻破，里面有田有地，有鸡有鸭，还有一栋红砖大瓦房。你这是强抢！
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。既然你们害怕名声的拖累，那就把过错推我身上。像个男人的，就给老子站出来！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咱们只要进了这扇门，里面的东西和房屋全部给参与过的人平分。时不等，时不等。表姐，这可怎么办？荷花，你往下扔砖头，松青，咱俩射箭。表姐，我怕砸不准。没事，给我砸，砸中哪个算哪个。他们都想要拆墙而入了，别有心理负担，砸死了也是为民除害。好。大家都敢去，你就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蹲在老娘身后，拉都拉不动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就说吧，他们早晚得出事，还得看我来。李正，这是什么石头？看着怎么有些像青砖？这不会就是你说的建红砖大瓦房的红砖吧？对，这就是红砖。那里面的人得多富有啊！这么大块的红砖，就这么随随便便用来砸人，真是浪费。为富不仁这4个字，说的就是里面住着的这种人。唉，再有钱管啥？咱们也进不去啊！严老二去哪了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明天早上吃过早食过来换我。表姐，要不我抱床被子过来这里陪你？不用。刚把两人打发走，就听见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碰撞了墙体一下，于是傅连雪一探头，就看到了搭在他面前不远处的木梯。也是难为他们了，才一个下午就做出梯子了，还好只有一架，这我就可以陪你们好好玩玩了。下一集拉帮套。这里面还挺大。二舅，我之前倒是小看你了，不过就算是二舅又能怎样？既然敢来，就该想到不成功变成人的代价。管家，手脚筋的位置在哪里？完了完了，被发现了！严老二这下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天哪，这好像是半截舌头。这肯定是严老二的。林氏，你快来看，这是你儿子的舌头。什么？外婆一听小儿子的舌头没了，起身就朝铁门方向扑了过去。剩下的二舅母则牵着小儿子在后面不敢上前，生怕离那铁门太近了，一瓢开水再浇下来。思索再三后，他把家里仅剩的一些银钱和小儿子带上，就朝一个壮汉那里走去。严老二，看在林儿的份上，你也不能怪我，我都是为了给你儿子找个爹。大牛哥，侄儿媳妇有什么事吗？这声侄儿媳妇可把萧氏噎得不轻。按村里的辈分，他和严老二他爹是同一辈的，不过因为两人从没说过话，萧氏叫错也不足为奇。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大牛哥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严老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想跟着你敢接受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如今的世道你也知道，我一不要你有多富裕的家庭，二不要你拿出多少便宜，只要你好好对待我家松林，我就跟你好好过日子。等我林儿再大一些，我再给你生个一儿半女，好歹也给你传个后。那严老二怎么弄？你婆婆她还在那哭着呢。严老二舌头都挂那了，你觉得他还能活着出来吗？你就说你答不答应，不答应我问别个去了。萧氏还是很懂拿捏男人的手段，不想在他面前太憋愤，开始以退为进，装作要离开的样子。别走，我答应你。这种天降的大好事，不答应才是傻子呢。认下这么个媳妇，3、5年以后，等瘟疫过去，说不定还能住进严老二那栋排场的青砖大瓦房呢。于是各自有各自算计的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即决定等明天一早就收拾东西上路，找一个离村里人远些的地方安家。荷花，你过来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荷花，表姐很抱歉，让你这么小就要面对这种场景。可为了不让我们两人留下隔阂，我必须给你当面解释清楚。看到那架木梯没有？他就是趁着夜晚从这架木梯爬上来的。当时天很黑，我一时没认出来，就下手了。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哪怕你现在砍我一刀，我也认了。可他毕竟是你爹，他的去留必须你来做主。你是打算把他留下，一辈子伺候他吃喝，还是把他送回去给你娘和奶奶？不管你选择哪一种，表姐都会支持你。我娘呢？刚才还在收拾东西呢。随后3人上了观望台，
便看见萧氏和一个壮汉正在地上收拾行李。荷花还小，她不知道其中的内情，还以为那人看她娘可怜在帮忙呢。表姐，把爹还给我娘的，但是我想……荷花，你太天真了，只怕你娘这会儿她是不会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娘给你找了个后爹。看到没？那个搬东西的是咱们村西头的严大牛，他家里穷的连耗子进去了都得收2两。不过如今人家可是走了狗屎运，总算要翻身做人了。有了你家那一大堆行李，他还愁没好日子过。果然，还不等女儿有什么反应，地上躺着的严老二眼神中满是愤懑。他没想到自己不过消失了半夜的功夫，萧氏就立马给他戴了绿帽子。管他要不要，我爹掏心掏肺的对我娘和弟弟，现在就是也轮不到我这个赔钱货来照顾。表姐，趁着现在我娘他们还没走，赶紧把他送出去，我可不能让我爹辛苦大半辈子了，到最后儿子给别人叫爹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的儿啊，他们不是人了，把你折磨成了这样。儿媳妇，你男人回来了，快拿些水和干粮来。此时，萧氏和严大牛愣在了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要说最尴尬的，还是严大牛这种挖侄子墙角，眼看成功之际，却骤然从云端掉下的感觉，真是太憋屈了。可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也不能装作不知道不是。侄儿媳妇，我先过去把侄儿给抬回来，你在这等着吧。老嫂子，我帮你把侄儿移到那边去。大牛，你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啊！那么多人都不敢上前来，就你敢来帮我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老嫂子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大牛哥，谢谢你帮我把这废物搬回来。只是我们一家子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唯一一个壮劳力又成了这副样子。你说让我们这一家子孤儿寡母的，可怎么过活？儿媳妇，你放心，我会。老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大牛哥，人家都说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我有一个提议，就是在北方有一种叫拉帮套的习俗，家里男人无力养家，便让媳妇再招一个男人回来，好让这个家继续维持下去。萧氏说完这话，可把旁边众人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把目光投向了他。这女人得多厚颜无耻啊，才能想到这又吃又拿的馊主意。就是，睡了一个男人不够，竟然还想着再睡一个，还是当着婆婆和自己男人的面。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娼妇！以前我让着你，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当我老婆子是泥捏的。我儿子还没死呢，你那3两肉就开始发痒了是吧？打得好，明氏，你要早这样，这几年萧氏还能翘这么老高？快走吧，都啥时候了，还看热闹呢？一会院里的人嫌吵，射几箭出来，大家都消停了。对呀，林氏还以为大家会为了村里的名声，和他一起讨伐这个不要脸的小可爱呢。可等他反应过来，全都走光了，只留下他们一家和一个严大牛。哼，大牛哥，你想想看，严老二他有那老太婆照顾，根本用不着咱们费神，只需隔个3、5日，给他们送点吃不完的剩饭剩菜，顺便去看看他们死了没有。要是死了，最多也就帮他们挖个坑，铲几铲子土的事儿。等将来松林长大了，还会念你的情，毕竟你可是给他埋了个爹，这可是大恩啊！林儿，快去叫爹爹！爹爹！我快去跟你爹爹像一个！爹爹！严大牛在一声声甜糯糯的爹声中，逐渐迷失了自我，越听越上瘾。见这会儿身边除了严老二两母子没别人，便没了顾忌。哎，我的好大儿，走了，我们找新家去。大牛哥，我们先把儿子带上，这2废物就先让他们在这里待着，你看怎么样？就按你说的办。老东西，你和你这废物儿子看好这几包东西，要是少了点什么，我扒了你的皮。表姐，我们真的不管奶奶了吗？严嵩清实在是不忍心，虽说之前答应了表姐，但一想到自己刚出生就没了爹，2、3岁又没了娘，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，他的心也因着奶奶的遭遇揪了一个早上。你打算怎么帮？把他们接进来？不是，我想把他们安置在竹林那边的山洞里，每天给他们送点饭菜和清水，哪怕是上一餐吃剩下的也行，只需保证奶奶不饿死就成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表姐，他倒是大方，我爹昨晚还计划着来偷咱家呢。放心吧，荷花，你哥他心里有数。奶奶，你醒醒！奶奶！爹爹，
唉，一死百消。外婆、二舅，你们一路走好。奶奶，你当初舍弃了我，可有那么一瞬间后悔过？虽然说现在所有村民都暂时离开了，但保不齐哪个不要命的再偷偷跑回来，也不能靠人天天这么盯着不是。于是，管家，有没有一来人就会报警的东西？有，红外线报警器，580积分一台，光能充电，只要有人靠近就会报警。还真有，你一开始也不推荐一下，白白让我们守在这里那么久，赶紧给我来一台。好嘞。管家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来了。人呢？不会是偷偷走了吧？哼，这个老不死的，竟然把东西全搬走了，我那还剩好几大包的行李呢，都怪你大牛哥。哎呀，没了再置办就成了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再耽搁下去，那边的指不定又被人偷了。说的倒是轻松，还置办？你一个30几岁的人，黄泥都埋和脑勺了，置办出了几件能拿得出手的，你倒是拿出来让我看看。你竟敢打我？怎么不敢？我看之前就是严老二打的少了，一天天的，你还真想上天不成？我跟你拼了！你他丫的再不老实，信不信我弄死他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先放了孩子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！马上给我回去生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没出息，赶紧跟我走。你小心这些，他还小。知道了，啰嗦那么多干嘛？真是慈母多败儿。萧氏这回是真看清严大牛真实的样子了，可现在想后悔都晚了。于是他默默地在身上掏出了一包耗子药，眼神一冷，便有了主意。当一次寡妇和当2次寡妇都是寡妇，没什么本质区别。严大牛，这可怪不得我，都是被你给逼的。大牛哥，等等我。回到山洞后，严大牛犹如那色中恶鬼一般，对萧氏又亲又啃又咬，将他狠狠地折腾了一番后，便瘫在地上睡了过去。萧氏则起身翻出了那包耗子药，回头看了看旁边哭着睡过去的儿子。老太婆把行李全都拿走了，若现在把严大牛给弄死，那我和儿子不得活活被饿死，还是等安定下来再羡慕我杀你也不迟。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大牛哥，你看着点灵儿，我去弄点水，一会儿熬点糙米粥。去吧。灵儿，我的灵儿，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。我让你看着点灵儿，你看了吗？他不是好好的吗？他吃了耗子药。什么？哪来的耗子药？哎呀，媳妇，灵儿她已经走了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咱们努力，明年争取再生一个。再生一个？对，再生一个，说不定灵儿还来找你做娘亲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们娘俩好的。凭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本该死的是你，我的灵儿都是给你挡的灾呀。原本是我，你想毒死我？没错，一天到晚只知道趴女人肚皮上的窝囊废，家里1粒米没有，一个铜板也掏不出，还想我给你生儿子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给猪生，给狗生，也不给你严大牛生。我怎么你了？你就想杀我？我看你是当寡妇当上瘾了是吧？得了个克夫的寡妇了不起啊，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，也不怕死在女人肚皮上。你个大香蕉的，既然你们脸皮不要，咱们也好好观摩观摩，看看他严大牛怎么个厉害法。随后众人进入山洞，严大牛把刚刚萧氏要毒害他的事都给大伙说了一遍。大伙听完都震惊不已。我去，严大牛，这次我们还真是冤枉你了。行了，这半路夫妻可不就是利来而聚，利散而分吗？差不多得了。带上你那短命的儿子，给我滚出去！若再让我看见，定要你的命！嚯，这严大牛看着憨厚老实，却不像是个狠人。好歹白天还趴人家肚皮上闹得沸沸扬扬呢，这才过去多久，萧氏就差点死他手上了。就是大牛，你这样坏咱们严家村的名声，以后哪家的好姑娘敢嫁过来？我严大牛今天还就把话放在这儿了。这种一心想做寡妇，还主动勾搭男人的小可爱，我们严家村的男人可不稀罕。说得好！听完严大牛这话，几个男人便拍手叫好，可旁边的妇人却都甩着个脸子。站在女人的角度，他们很同情萧氏；可站在男人的角度，他们巴不得这种女人早点死绝的好。严大牛见支持他的人叫那么大声，便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等等，我改主意了，孩子留下，你独自给我滚！
严大牛，做人不要太绝了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后路？你一个人尽可夫的寡妇，不过是给我玩了2天，还真当自己多大脸面。严大牛，赶紧让我带走灵儿。想要带走灵儿？好呀，来求我啊。大牛，差不多得了。什么叫差不多得了？他刚才可没要给你吃耗子药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求你，让我把灵儿带走吧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你这一点诚心也没有。求求你了，让我把灵儿带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带不了一点。你耍我？就是耍你，又怎样？萧氏没有回答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许久，转头便走了。别走啊！兴许你再求求我，心一软就答应了呢。众人对严大牛这种一朝得势便不把女人孩子当人看的行为，多少有些膈应。世风日下呀，散了，都散了吧。走出山洞的萧氏没有回头，一步步坚定地往山下移动。他一定要为今天的自己，也为今天的灵儿讨回一个公道。谁能帮到他，哪怕是要他的命，他也甘之如饴。戏女萧氏有事相求，还请鬼仙现身一见。下一集荷花的选择。虽然说妇联雪这里有了红外线报警器，但逃荒的难民一波接着一波，要是他们强行闯进来也不好办，不是？好吧，宿主，你花2000积分买个电网和一个太阳能板，到时候连铁门都通上电。这样下来，除非你自己把电关了，否则谁也进不来。还有这种宝贝，那我肯定得来一个。好的，宿主。管家，这就好了，怎么没见电啊？你是不是坑我呢？本来就是这样的，电原本就是看不见的东西，不过杀伤力却强，成年也注意挨到，都得电趴下，你可千万别去摸呀。我怎么不太相信呢？小马哥，听说里面全是宝贝，要是能进去，咱们就不愁吃喝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听严家村那里正说的。那给我上。管家，能把他们电得冒黑烟不？不能，他拿的那根木棍是不导电的。我就觉得你卖的是假货，现在还在替自己找补，我呸！诅咒，这是诅咒？不对，不是诅咒，这是山神娘娘。山神娘娘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我们有眼无珠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还真管用啊！你们拜神都能拜错山头，没用的废物，都给我去死吧！你这声音太不像了。为了更有震慑力，本系统建议你买一个可以变声的高音喇叭，更容易吓破他们的胆。贵吗？这次又要骗我多少积分？不贵，200积分就够了。那买。好嘞。这怎么用？按住开关，然后嘴巴凑上去说话就行。为了更有恐怖的效果，本系统特意为你选的音乐。好。发怒了，山神娘娘发怒了。这声音怎么可能是山神娘娘，更像是厉鬼。什么厉鬼？我看是装神弄鬼。走了，回家。我看谁敢走，谁若是走了，今晚我就去他家勾了他一家子的魂魄，放进油锅里去炸。鬼娘子，我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管家，这个变声喇叭真好用啊！那是管家出品，必是精品嘛。行了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又念你们初次来犯，不知者不罪，我便学你们口中的山神娘娘一次，放你们一马。谢鬼娘子饶命！谢鬼娘子饶命！谢鬼娘子饶命！经这个变声器一喊，剩下的这几个人再也不敢对大铁门后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。一路上边逃边说着鬼娘子的事情，恰好被刚死了娃的萧氏给听到了。鬼娘子，戏女萧氏有事相求，还请鬼仙现身一见。戏女萧氏有事相求，还请鬼仙现身一见。看样子二舅母和严大牛过得不是很好啊。表姐，那这事有必要让荷花知道吗？当然要让她知道。二舅母不说有事相求吗？那是帮还是装作视而不见，甚至是落井下石，我们都要听荷花的，毕竟那是她亲娘。好的，表姐，那我现在去叫荷花过来。表姐，荷花，你要是不想面对她，咱就不面对。鬼仙救命，求求你救救我的灵儿！
信女萧氏在这起事，只要鬼仙大人帮我把灵儿的尸体要回来，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您弟弟他死了。严荷花一愣，回想起记忆中那个总是跌跌撞撞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姐姐姐姐的叫个不停的小家伙，没想到才几天前见过的，这会儿已经阴阳两隔了。你的灵儿是怎么死的？被耗子要死的，但现在被严大牛给扣下了，还丢在山洞里。求求鬼仙大人，您就帮帮我吧。荷花，把喇叭给我。你家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，全都死了。是吗？除了你，一个都没留下。回鬼仙大人，没有，一个都没有了。可你明明还有一个女儿，难道她也已经死了吗？鬼仙明察，这臭丫头是个命短的，这会儿只怕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而且这赔钱货生来就不是个好的，我根本就没把她当家人。是吗？信女绝对没有骗您。荷花，你弟弟那里？不用管，反正我也和他们不是一家人。你确定吗？我很确定，既然离开了这个家，就没再管他们的必要。那就按荷花说的办，像萧氏这样的人，有他后悔的时候。萧氏，可经我所查，你欺骗了我。你的女儿她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好，不仅遇到了疼爱她的家人，现在还能吃得饱穿得暖。作为你恶意欺骗的惩罚，我不但不会答应你的请求，还要让你儿子的魂魄生生世世沦为猪狗，让他永世都不得安宁。不要，求求您不要，我错了，但求您明察，我真的是不知道那死丫头去哪儿了。我记得她刚出生的时候，生辰八字就是坏的，这辈子都是个刻薄寡恩的人，我们做父母的一点她的福都享受不到。您看，现在不就应验了吗？她过着她的好日子，我们在这里挣扎在生死线上，她在乎吗？心疼吗？这是对我的处置不满吗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让你儿子下辈子猪狗都做不成，直接让他灰飞烟灭。萧氏不敢，萧氏不敢，求求鬼仙大人，求求您了。表姐，您弟弟也不坏，咱们最多不管就是了，当他下辈子。我又不是真的鬼仙，哪能我说啥就是啥了？我也就是想给萧氏一点教训，让他吃不下睡不着，这辈子都过不了这个坎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就让他好好给松林弟弟守一辈子吧，千万不要像前2天一样，转眼就再找一个男人。那这就给他打发了吧。表姐，走之前再给他丢2个粗面饼子吧，不要让他死在这，我这会可没有能力挖坑埋他。行，拿上这2个粗面馒头，立马给我滚，再也不要出现在这里，要不然想想你宝贝儿子的下辈子。萧氏感受到对方的浓浓恶意，再不敢多说什么，捡起地上沾满灰土的粗面馒头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。